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气管内管跟气切有关于呼吸治疗的部分，在医院的治疗当中，要维持呼吸道的畅通。如果没办法维持畅通，就会考虑插气管内管。有些状况无法插气管内管，例如有些病人喝了化学药品自杀的病人，他的喉头的部分非常的肿，可能没办法从嘴巴强插气管内管，这样的时候可能就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气切。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要进行全身麻醉手术，也需要插气管内管。多半的病人在恢复室或者是加护病房观察一段时间之后，气管内管就可以脱离。有些病人他的肺部状况比较糟糕，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做肺部的功能训练，管子可能就会插得比较久一点。那如果你的家人住在加护病房有一段时间，插管也插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这根管子拔不掉，你要什么时候放手？通常在加护病房可以有一次的机会，可以选择放下，下一次的机会可能是在亚急性的呼吸器照顾病房 RCC， 可能也会有一次的机会。我们来说说看，插着气管内管有几条路后续发展的状况。第一条路，如果肺部的功能正常，就可以脱离气管内管，顺利移除。第二条路，就是到 RCC 持续做肺功能的复健，如果超过21天，就要面临是要气切，或者是符合安宁撤除维生医疗的标准进行撤除。我们先说前者气切的部分，一旦气切之后，可能有几条路可以选择，但是都要看肺部的功能状况。最好的状况是可以脱离呼吸器，带着气切回家，甚至有些病人过了一段时间，气切还可以移除，缝合气切的伤口，用鼻子、嘴巴呼吸。功能如果再差一点的病人，可能需要带着小机器回家。好一点的，在家里推着小机器，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移动，在家里过治疗的生活。最差的状况，只能去呼吸器的照顾病房 RCW。接着我们谈一谈安宁撤除维生医疗呼吸器的部分。在临床条件达到安宁撤除维生医疗的标准，主治医师可以召会医院的安宁共照团队，安宁共照师会到病房进行评估，主要是病人的身体是否达到安宁的标准，身体是否有多重器官出现衰竭的部分。如果器官没有多重衰竭，就可能不符合安宁缓和撤除维生医疗的标准。如果达到标准，通常在医院我们会先开家庭会议，让家人跟医疗团队有共识，之后才会选择时间进行维生医疗的撤除工作。我们通常在撤除维生医疗呼吸器的部分，在台湾我们会选择医院人力充足和家属比较方便的时间进行撤除。撤除当日通常会在会客前给一些药物，接着会客
让家属和病人有一些互动。有些人会利用这个时候做人生世道的部分。有些医院如果有宗教师和心理师或者是社工师，也会协助引导，避免他推来推去不晓得要怎样说才好的窘况。当会客结束之后，我们会请家属到病房外等候，不会在病人家属面前进行撤除的动作。当药物产生作用，就会进行气管内管的移除作业。当气管内管进行移除之后，我们会再让家属进来跟病人有短暂的时间相处。通常各家医院的规定是不太一样的。以我们家为例，移除的病人通常会在原单位观察1到2个小时，如果状况良好，就会转安宁病房或者是一般病房。绝大部分的病人不太会像影片中病人的状况，拔了马上就走。不瞒大家，某些疾病的病人经过安宁维生医疗呼吸器的撤除之后，在安宁病房住上2-3个月，甚至有人坐着轮椅回家，还可以活过大半年之后才离世。这种状况只在某些疾病的病人身上才会有这样的状况，不是每一种疾病都会如此哦。在医疗决策中，有的时候是单向道，有的时候是回转道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选的这条道路后面接的是什么样的道路。在加护病房中，有许多家属才是第一次面对要撤除或者是要做气切的时候，通常都会非常难以选择。请把你的疑惑和担心告诉医疗团队，我们都会知道大部分的家属都会担心选择之后的莫名的恐惧，不论是哪一种选择，都是你对病人的爱。如果觉得这次错失了机会，或许下一次机会来的时候，就不要让机会悄悄地离开，不然有可能机会就不会再出现了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